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泄露出来的乌军对俄大规模反攻计划。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乌军对俄大反攻计划，据说呢是机密文件遭泄密。美国 FBI 逮捕了空军国民警卫队的一等兵杰克·特谢拉，他是这一次美国机密情报泄露事件的重要嫌疑人。在这一份泄露出来的乌军反攻计划中呢，美国为乌克兰专门训练了直接立守于五角大楼的敢死队。北约准备让乌克兰呢向俄罗斯的筑垒地域投入20万大军、2000辆装甲装备和3200架无人机。乌克兰的主要媒体包括基辅独立报报道泽连斯基为反攻准备的突击机群下辖扎波罗热方向的20个旅，还有5个旅准备投入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州的右岸。根据英国军情6处和五角大楼的计算呢，总共将有20万大军在2000辆重装备的支援下，向埃涅尔戈达尔、梅里托波尔、别尔江斯克和亚美尼亚斯克发动大规模的反攻。这些地点呢，都在乌克兰南部的扎波罗热州和赫尔松州。美国国防部通过自己的培训系统呢，正在组建9个乌克兰的美舰旅。这9个旅分别是乌军的第21、32、33、37、47、117、118独立摩步旅，第46独立空中机动旅和第82独立空降突击旅。他们并不隶属于乌军呢，而是由美军直接指挥。网上披露了乌克兰美械敢死队的装备情况，总共有253辆坦克、381辆履带式的装备、480辆轮式装备、147门火炮以及571辆装甲车。除了敢死队，美国正在为乌克兰组建无人机群，仍然由美国人控制，计划拨款采购3200架无人机。但美国人呢，仍然是不会把自己的最先进的无人机交给乌军使用。根据几个 Telegram 频道的报道，乌军秘密反攻计划的细节是由英国军情6处提供的。军情6处还透露，除了乌军、乌政府的情报总局、安全局和内务部等强力部门的力量也会投入反攻，准备实施2个月高强度的作战。那俄罗斯人是如何看待乌军的反攻呢？俄专家认为乌军的反攻能力有限，结果可以预计。到目前为止呢，俄军成功的给乌方的军事潜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破坏了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和不同的机关部门之间的协同，歼灭了8500余辆装甲车、4500多门野战火炮和1000余部火箭炮。乌克兰还损失了630余架飞机、直升机，大约3700架无人机。乌军只能通过维修或者是启用库存，以及在外国的援助下弥补损失。境外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装甲车、火炮、火箭炮等等，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被俄军歼灭。有理由认为影响乌军发动反攻的关键因素是俄军的去军事化行动毁损了乌方的武器装备和基础设施。由于武器装备损失殆尽，乌克兰不得不指望外国的供货，因此呢，乌军的总体战斗力和发动反攻的能力现在主要取决于从境外获得的物资装备的规模和速度。不久之前呢，北约在经过长期讨论之后，决定扩大对乌武器装备的供应清单，开始提供北约型号的坦克，继续交付自行火炮和火箭炮，还讨论了援助战斗机的问题。乌克兰的反攻将取决于上述援助何时到位。北约的几个国家将共同交付几十辆豹2，英国提供一个连套的14辆挑战者2坦克。不迟于秋季之前，美国将供应自己的 M1 埃布拉姆斯坦克。显然，外国提供的所有武器装备仍然无法弥补去年2月份以来乌军的损失，而且大部分外国援助也被俄空天军摧毁。依靠已经完成的供货和预计接收的武器装备，可以组建装备一定的作战集群，在某一方向展开反攻，但是其数量、质量指标和现实的战斗力仍然很成问题。如果乌军决定反攻，其一线部队就要对俄罗斯预有准备的坚固防御阵地发起冲击。尽管有外国提供的坦克和装甲车，依然无法确保地面作战的优势。显然呢，乌克兰的反攻注定会失败。
乌军可能会达成某些小的战术成果，但整体态势仍然无法令他们乐观。企图突破俄罗斯的坚固防御会导致伤亡惨重，再要组织兵力的整补、装备的整补都将十分的困难。北约的下一批援助呢，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兑现。而俄军无论是兵力集结、战术训练、阵地建设，还是后勤与装备的补给，早已严阵以待。乌军的大反攻结果可能不妙。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